长姐裴明淑是太子李承泽的未婚妻，待及笄后便会嫁进东宫。可一场风寒过后，长姐却死活要与李承泽退亲。不仅如此，就连我与晋王李承渊的亲事，长姐也想插手。盛极必衰，裴氏一族的门楣已经够显赫了。闻言我便知晓，长姐裴明淑也重生了。睁眼的瞬间，女儿就算是死，也绝不嫁进东宫。长姐裴明淑以死相逼，要与太子李承泽退亲。长姐和李承泽的婚约是3年前定下的，当时裴静已是定国公，偏巧又立了个大功。陛下封无可封，便将长姐只给李承泽为妃，待她及笄后再嫁入东宫。作为孪生妹妹的我，则被指给了与李承泽一母同胞的五皇子李承渊。去岁五皇子与李承泽一道立了大功，刚被封为晋王。阿叔，你疯了不成？你与李承泽的婚事乃皇上亲赐，又岂是你想退就能退的？裴静痛斥道。盛极必衰，裴氏的门楣已经够显赫。面对裴静的痛斥，长姐表现得十分从容。下一刻，她又道：就连阿月与李承渊的亲事也要一并退掉。闻言我便确信，她也重生了。上辈子我们裴氏一族的下场一个比一个凄惨。我与长姐行过及笄礼后，她便嫁进东宫，成了太子妃，而我则嫁进晋王府，成了晋王妃。我们本是双生子，李承泽与李承渊又是同胞兄弟，这曾是京中一桩人人艳羡的美谈。长姐成婚后不久便有了身孕，可那个孩子最终却没能平安降生。长姐怀胎5月之时，太子途中遇袭，长姐为救他挡下夺命一击，腹中子嗣，却终究没能保住。在那之后，长姐郁郁寡欢了许久。李承泽为了长姐遣散了府中姬妾，世人皆道李承泽与太子妃夫妻情深，就连我也是这么以为的。后来长姐又有了身孕，有了上次的教训，这一次长姐十分小心，就连梁皇后也免了长姐的请安。可这个孩子却仍旧没能保住。御医说，长姐上一次怀胎时伤了身子，如今她的身子还未养好，并不适合孕育子嗣。世人皆求多子多福，更何况长姐的夫君还是李承泽。李承泽迫于无奈，又纳了几房姬妾，作为皇位的继承人，他不能没有子嗣。但李承泽并不怎么宠爱那几个姬妾，平日里也多是在长姐的房中居多，甚至就连林良娣生下的长子李承泽也将他记到了长姐名下。阿叔，姑的每一个孩子都会是你的。可若非万不得已，又有哪个女子愿意养自己的夫君和别的女子生的孩子呢？李承泽继位后，长姐理所当然的成了皇后，林良娣作为皇长子的生母被封为淑妃，但皇长子仍旧养在长姐名下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她将会成为太子。那时新帝常对长姐说，比起大皇子，朕更想封咱们的孩子为太子。于是长姐便拼了命的喝那些苦得要命的汤药，为的便是为新帝生一个孩子。可要喝再多，长姐的肚子依旧没有任何动静。长姐因此愧疚，对待新帝后宫的妃嫔也越发和善，真正做到了一视同仁，母仪天下。可直到裴氏覆灭，我们才知晓，原来长姐不能生，是因为李承泽亲手为她吃下了绝子药，让长姐失去第一个孩子的那场刺杀，也是李承泽自导自演的。那阵子长姐服了不少养身子的药，李承泽便亲手将绝子药掺进了长姐的补药里，但长姐还是意外又有了第二个孩子。可惜那个孩子因为绝子药的缘故，注定是生不下来的。所有为长姐诊过脉的御医都知道真相，可无一人敢告诉长姐实情。因为从一开始，长姐和裴氏一族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。李承泽担心外戚威胁，并不愿皇后的母家过于强盛，他迎娶长姐为妃，只是裴氏走向覆灭的第一步。而李承渊娶我，不过是给裴氏的覆灭添了一把火罢了。裴静和苏氏都觉得长姐是患了失心疯，将长姐关了禁闭。裴静悄悄托人去外地请了名医，入京为长姐诊治。可我与长姐裴明淑都很清楚，她并没有患上什么疯症，她是想救裴氏一族，我也一样。所以我去见了裴静，表明了想与李承渊退亲的意愿。裴静被气得面红耳赤，好半天才恨恨地问：阿月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才让你们都吵着要退亲？我犹豫了半晌，低声道：如果长姐嫁进东宫，她会接连失去2个孩子，并被李承泽亲手喂下绝子药。待李承泽继位后，他会最先拿裴氏一族开刀，裴静会被人诬陷意图谋反，冤死在监牢里；长姐会被打入冷宫，日日被人欺凌，最终孤独的死去。裴恒会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被他最信任的副将张乾一剑刺穿心脏。裴宇、裴寻不信裴静会谋反，日日为裴静喊冤，不肯认罪，最终落了个死无全尸的下场。我顿了顿，才缓缓道：至于我，晋王李承渊会利用我，将裴静意图谋反罪证藏在我送给裴静的生辰贺礼中，成为扳倒裴氏最关键的一环。裴静闻言，成为扳倒裴氏最关键的一环。裴静闻言，大惊失色，他略显慌乱的道：阿月，慎言。裴静下意识走出书房，见左右无人，才又放心将房门关上。他看着我问：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？我点点头道：我知道，因为女儿方才所说皆是女儿与长姐亲身经历过，绝无半字虚言。如今我们已占先机，若想让李承泽与李承渊主动退亲，自然也是有法子的。可要保全裴家，光凭我们可不够。我需要裴静的配合，因为我不只想保住裴氏一族，我还要李承泽与李承渊血债血偿。我与裴静说的那些，皆是上辈子真实发生过的事情。裴氏一族的下场比我说的更加凄惨。在长姐被打入冷宫后，皇帝李承泽很快便有了良计后，
宫里的人向来是最会捧高踩低的。长姐被废，裴家失势，在长姐死前的那段时日，几乎日日都在吃馊饭，受尽宫女太监的羞辱。可长姐虽是废后，也曾是皇帝的发妻。寻常宫女太监虽不敢作践她，可若是得了良机后的首肯呢？裴家失势后，李成渊并未在第一时间要，而是将我关进这暗无天日的暗室里，隔三差五便会来同我说裴家其余人的下场，以及长姐的近况，因为他恨我。娶我前，李成渊本已有了心仪的女子秦婉宁，因为我的存在，他无法以正妃之礼迎娶秦婉宁，甚至还要逼迫自己同我做戏，装出十分恩爱的模样。那时李成渊常说，每每与你亲近，本王都感到无比恶心。他恨我占了秦婉宁的正妃之位，更恨裴氏一族的苟延残喘了那么久，以至于他还未来得及丧妻，心上人便已嫁作他人妇，所以对李成渊而已。让我死反而是便宜了我。他一边让人对我用刑，一边命医女精心照料。他甚至将弟弟们的遗骸送到了我跟前，笑着描述他们惨死时的模样。自重生后，我只要一闭眼，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弟弟们死无全尸的模样。裴氏一族对皇室素来忠心耿耿，从无二心，凭什么落得这般下场？就凭这天下姓李吗？裴静解了长姐裴明淑的禁足，还给我们一人安排了一个会功夫的侍女贴身伺候。我与阿月的亲事是皇上赐婚，想要退亲，除非皇上松口。冷静下来的长姐也终于意识到，我们想要退亲其实并不容易。裴静道，即便李承则与李承渊犯下大错，为了皇家颜面，皇上也不可能轻易让你们退婚。我眨了眨眼道，若是他们所犯的错是罪无可赦那种呢？眼下裴静还是权臣，皇帝也没有要动裴静的意思。真正想动裴家的人是李承则与李承渊，一旦李承则与李承渊犯下死罪，皇上自然不可能再逼着我与长姐嫁给他们。长姐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道，阿月所言甚是，兴许在我们及笄之前，朝中便再无李承则与李承渊了呢。裴静叹了口气，叮嘱道，无论想做什么，必须以自身为重。我点点头道，女儿还有一事相求。不等裴静开口询问，我便直接道，那位在冷宫里长大的九皇子李承义，如今已经年满8岁了，想请父亲想法子让皇上注意到他，并且让您成为李承义的老师。九皇子李承义的生母惠嫔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宫女，一朝成恩，不仅没能飞上枝，反倒不知因何缘由惹怒了皇上，被打入冷宫。李承义便是在冷宫里出生的，惠嫔不受宠，就连皇上对其也不闻不问，所以李承义在宫里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。上一世我与长姐曾偶然撞见李承义被宫里的其他皇子欺辱，我们看不过去，便替其解了围。事后长姐将这事告诉了李承则，李承则为了给自己戴上人善的面具，便对李承义多了几分关照。那时我们不过是顺手而为，可后来裴家被诬陷谋反，却只有李承义相信裴家是无辜的，他去求新帝李承则彻查此案，还裴家一个清白。可他却不知这一切都是新帝一手谋划。最终李承义被新帝痛斥不忠不孝，他将李承义贬为庶人，终身幽禁。李承渊与我说起这事时，言语间都是对我与长姐的羞辱。你们姐妹倒是好手段，勾得本王那九弟为你们神魂颠倒，可惜啊，他如今已是自身难保，想靠他来救裴氏一族。裴明月做梦！过程虽有些曲折，但裴静还是成功让皇上注意到了。还在冷宫中的九皇子李承义，在裴静成为李承义的老师时，我与长姐正忙着约秦策将军家的三姑娘秦婉宁游湖。这位秦三姑娘秦婉宁，正是上辈子让李承渊念念不忘的人。而李承渊之所以会爱上秦婉宁，是因为按照原本的轨迹，秦婉宁将会在今日救下失足落水的李承渊。李承渊表明他们已经有了肌肤之亲，他愿意对秦婉宁负责。可秦婉宁却并不稀罕，靖王殿下已有婚约，莫不是想让我去给您做妾？秦婉宁一副我救了你怎么还恩将仇报的模样。秦婉宁在下水之前并不知李承渊的身份，但也因此李承渊越发觉得秦婉宁品性高洁。在我被李承渊关押起来后，他无数次与我说起与秦婉宁的初遇。或许男人就是喜欢犯贱，越是得不到的反而越想要，而秦婉宁便是李承渊的爱而不得。哎呀，有人落水了！船上突然传来侍女的惊呼声，李承渊如上辈子那样落水了。秦婉宁下意识站了起来，我却伸手将她按了回来。三姑娘，那落水之人是个男子，若你贸然相救，只怕会污了自己的名声，甚至还会连累你那两个已经出嫁的姐姐。这一次我不会再让秦婉宁去救李承渊，我更不会去救他，我要他死。秦婉宁顿时有些犹豫，她自小在边关长大，性子也与经历这些世家贵女极为不同，要让她见死不救，光凭这三言两语是不够的。果然短暂的犹豫过后，秦婉宁便道，我无法左右世人的言语，但我不能因为害怕还未发生的事情，就眼睁睁地看着一条性命消失在我眼前。闻言我忽然有些理解，上辈子李承渊为什么会对他念念不忘。我笑了笑道，救人的方式有很多种，
又何须秦三姑娘亲自下水？说罢，我朝船家使了个眼神，下一刻，那船家便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，朝着正在挣扎的李成渊游去。这船家精通水性，是裴家的人，我要李成渊死，但他现在还不能死。之所以拦着秦婉宁，一来是想让他多遭些罪，二来则是想斩断他与秦婉宁相识的契机。虽然上辈子李成渊因为没能娶到秦婉宁而迁怒于我，可秦婉宁是个好人，上辈子他从未将李成渊放在眼里。秦婉宁后来嫁了一个少年将军霍启，从李成渊的丑态中不难看出，他与霍启成婚后日子定是十分和美。造成我的苦难的人是李成渊，我要报复的也是李成渊，与秦婉宁无关。李成渊今日是独自一人出府的，他来此地与人密会，而与李成渊密会之人正是我的贴身侍女婉翠。上辈子直到裴氏覆灭时，我才知晓，原来婉翠早就已经成了李成渊的人。李成渊承诺婉翠，待事成之后他会纳她为妾。二人早在我嫁进晋王府前便已经有了首尾，而李成渊屈尊降贵的勾引我身边的侍女，不过是想利用婉翠神不知鬼背地将谋逆的罪证放进裴静的书房。后来婉翠借靠近书房无望，便与李成渊想出了一个法子。婉翠利用我对他的信任，将谋逆的罪证藏进我为裴静准备的贺礼中，而那件贺礼裴静十分喜爱，在收到的当日便命人摆进了书房。说起来，婉翠才是李承泽和李成渊扳倒裴家最关键的一环。在裴静下狱后，也是婉翠站出来指认裴静谋逆，可李成渊并未实现自己的承诺。事成之后，婉翠便被他灭了口。我抬眼看向岸边，在船家将李成渊救起来后，躲在人群中的婉翠明显松了口气。我隐约记得，上辈子李成渊落水之日，婉翠似乎也同我告了假，所以我今日出府特意没带婉翠，便是想赌一把。如今我赌对了，李成渊的确是来与婉翠私会的，只是不知出了什么岔子，才让李成渊落了水。在船只靠岸时，船家也将李成渊救了起来。我与长姐故意没有露面，而婉翠也不出所料的第一时间奔向李成渊。待婉翠将李成渊扶起，准备离去时，我才走上岸，用不敢置信的语气道：婉翠，你怎会在此？婉翠近日是以家中幼弟病了的理由向我告假的，在她反应过来之前，我便先将她用的理由说了出来。不等她反应过来，长姐裴明书便惊呼道：这不是晋王殿下吗？婉翠，二姑娘与晋王殿下早已有了婚约，你作为二姑娘的侍女，为何会避开二姑娘与晋王殿下独处？长姐并未将私会二字说出口，但在场围观的百姓已经开始议论纷纷。我朝虽无严苛的男女大防，可婉翠作为我的侍女，无论出于何故，都不该背着我与我的未婚夫私会。李成渊同样也是，没有哪个男子会背着自己的未婚妻与对方的侍女私会的。李成渊下意识捂住自己的脸，道：裴大姑娘认错人了，我并非晋王。长姐冷笑了一声，道：我方才只说晋王殿下与二姑娘有了婚约，可从未透露过我的身份。你若不是晋王，如何知我是谁？一夜之间，京中多了许多关于李成渊背着未婚妻私会对方侍女的传闻。听闻梁皇后娘娘将李成渊召进宫，痛斥了一顿，而我则亲自将婉翠送去了晋王府。我故意选在李成渊回府时将他堵在门口。昨日臣女鲁莽，给殿下添麻烦了。我将婉翠推到李成渊跟前道：婉翠是臣女的人，能得殿下喜爱，也是她的福分。臣女虽与晋王殿下已有婚约在身，可俗话说得好，可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所以臣女今日特意将婉翠送来晋王府，无论是让她做侍妾还是通房，臣女都绝无二话。说罢，不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我便转身跳上马车，以极快的速度远离了这里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利用价值，李成渊会如何待婉翠。梁皇后派人来传我入宫时，我与长姐裴明书正在下棋。长姐把玩着手中的黑子，轻笑道：是我赢了。在女官来前，我与长姐还在打赌，李成渊会如何解决婉翠。长姐猜他会请皇后娘娘出面。婉翠的确在梁皇后宫里，我来时婉翠还跪在梁皇后跟前，大气都不敢出一下。梁皇后说，李成渊私见婉翠并非与他有私情，李成渊心仪二姑娘已久，却不敢与二姑娘相见，这才想了个折中的法子，约了婉翠出来相见，同她打听你的喜好。说罢，梁皇后便从锦盒中拿出一只做工十分精细的金簪，这是李成渊为二姑娘准备的金簪。梁皇后起身，缓缓将那金簪插进我的发髻，道：郡王自知惹了你生气，不敢亲送，便托本宫代为转交。代为转交。我低垂着头，并未开口。梁皇后像是才想起婉翠一般，道：至于婉翠这丫头，二姑娘领回去吧。晋王待她，并无半点男女之情。我故作疑惑，难道是臣女误会了？梁皇后弯起唇角，这本就是一桩误会，如今误会解开，二姑娘可莫要再恼晋王。我佯装羞涩，臣女不敢，是臣女鲁莽了。婉翠会被送回来，这其实也在我的意料之中。一旦她被留在晋王府，便坐实了外头的传言。梁皇后不可能让自己的儿子背上那样的恶名，
而我留着婉翠，其实还有他用。我知道，你已经是晋王的人了。回府后，我便直接同婉翠摊牌。婉翠一脸惊恐，连忙跪地求饶。我垂眼看着她，淡淡的道：“昨日将你送去晋王府，本是想成全你们，却不料晋王殿下竟会将你送回来。”姑娘，奴婢知错了。婉翠边哭边不停的磕头。晋王殿下说，他日后会纳奴婢为妾。为妾，作为交换，只需透露您的事情，透露一些陪府的情况，便可。也不打紧，我装出一脸心疼的样子，将婉翠扶了起来。傻丫头，你长得如此貌美，又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本就打算日后要将你抬成晋王殿下的妾室的。婉翠闻言不由呆愣在原地，我轻轻替她擦拭着额头上的血迹。过去之事，我既往不咎，只要你好好替我办事，我定让你达成所愿。婉翠有孕了，怀的还是李成渊的孩子。正妃还未过门，李成渊便让未婚妻的侍女有了身孕。一事迅速在京中发酵，待传入宫中时，京中几乎已经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听闻梁皇后被气晕了过去，皇上与李成渊在书房里待了好一阵。李成渊出宫时，额角处还带有一丝血痕。如今李成渊的名声彻底臭了。长姐裴明书替我倒了杯茶，只是这样一来，梁皇后那边怕是要恨上你了。我笑了笑道：“我本就没打算让她喜欢我，我与长姐将来可是要让她的2个儿子付出代价的。如今婉翠的肚子里有了李成渊的孩子，咱们倒是可以趁机试一试皇上的口风。”我有些意外地看向长姐。长姐继续道：“结亲不是结仇，李成渊做了这样的事情，咱们有退婚的想法也是正常。若皇上能松口最好，若不能，咱们再按计划行事便是。”我不由想起上辈子被关在暗室里的那些时日。好，那便依长姐所言，上一世婉翠并未怀孕，没想到我将婉翠留下来，倒是歪打正着，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退婚的机会。裴静的功绩太多，如今倒是给了皇上一个让裴静功过相抵的机会。至于成不成，那便要看天意了。婉翠被抬进晋王府，成了李成渊的妾室，而皇上在痛骂了我裴静一顿后，也终于同意解除了我与李成渊的婚约。在与李成渊正式退婚那时，我抱着长姐喜极而泣。没有人知道我有多想与李成渊退亲，只是这样一来，长姐想与李承泽退亲便几乎不可能了。2个皇子接连出事，被迫退亲，就算是傻子也会知道有问题。所以李承泽那边，我们要更加小心。长姐裴明书饮了一杯酒，直呼痛快。那人已经进了东宫，成了李承泽身边的红人。裴静道：“长姐将酒杯放下，越是这样，咱们就越要小心。”是啊，我附和了一声，毕竟那可是储君。李承泽与李成渊的靠山是皇上，想要彻底扳倒他们2人，就得从皇上身上下手，让他们父子离心，便是我们走的第一步棋。自古天家无父子，为了那个位子，连亲兄弟都杀的，亲儿子自然也杀的，更何况皇上的儿子那么多。自裴静成了9皇子李成义的师傅之后，李成义便也逐渐被人注意到，尤其李成义在读书一事上十分有天赋。近日来，李成义时常得到皇上的夸赞，连李成义的母妃惠嫔也跟着母凭子贵，不仅出了冷宫，还被封为惠嫔，可谓是一步登天。如今李成渊失势，皇上又开始重视李成义，这在李承泽眼里，便是皇上试图将李成义扶起来，与他相争。而惠嫔从一个连名分都不曾有的宫女，一跃成了嫔位，便是最好的证明。人只要一着急，就容易犯错。李承泽自然也不例外。为了将李成义压下去，李承泽替尚在被禁足的李成渊求情，可皇上不仅没有松口，反而命李成渊离京搬去行宫。皇上命李成渊禁足本就是做给旁人看的，原本再过一阵李成渊就能回去上朝，继续替皇上办差。可如今李承泽却当着朝臣的面替李成渊求情，甚至暗示皇上不该因为宠信李成义，便封其生母为惠嫔。裴静说起此事时十分痛快，我与长姐裴明书对视了一眼。原来上辈子那个心机深沉的帝王，如今在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，也是会心急会犯错的。他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对付。兄长的地位受到威胁，那做弟弟的自然要发展自己的势力，好为将来做准备了。我亦有所指导，长姐会意，那便让陆三路寻去吧。我记得他很擅长打造兵器。裴静教导9皇子李成义十分用心，而李成义也从未辜负裴静对他的期待。但他表现得越出色，李承泽便越心急。他频频私见朝臣，已经引得皇上不满。宫里的梁皇后终于坐不住，召见了长姐裴明书。梁皇后想要裴静不再做李成义的老师，长姐面露嘲讽。在梁皇后召见姐姐之前，李承泽便已经几次暗示裴静，但都被裴静无视了，所以梁皇后才亲自出马召见姐姐。我将话接了过来，梁皇后十分宠爱李成渊，而我上辈子是晋王妃，自然免不了要时常与梁皇后接触，所以今日梁皇后召见长姐会说些什么，我几乎都能猜到。
长姐裴明书激也道：“我同他说，李成义如今已经是个威胁，与其让别人成为他的老师，那不如让裴静来做。我永远会是裴静的女儿，而这做裴静的，又岂有不帮着自己女儿的道理？”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长姐并未承诺梁皇后什么，可梁皇后听了这话，定会以为长姐这是在表态。她甚至可能会以为，裴静去做李成义的老师，本身就是为了替李承泽拉拢李成义。但他们母子永远都不会知道，让李成义和惠嫔离开冷宫的人，正是我裴静。按照原来的轨迹，直到皇上驾崩，李成义都不曾入过他的眼。如今我让裴静成了李成义的老师，除了想回报他上辈子对裴家的信任，也的确存了些利用的心思。作为回报，整个裴家都会倾尽全力将他送上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。中秋过后，定州发了大水，百姓流离失所。李承泽提议让李承渊前去定州赈灾，将功补过。皇上应允，并命梁国舅从旁协助，事关百姓。我并未打算给李承渊挖坑，可他自己竟做了个大死。陆巡传来的信中说，李承渊将部分赈灾的银两运去了他的别院。裴静语气沉重的道：“正是他私底下准备的兵器库被驱离出京后，李承渊对皇上便心怀怨恨，加之陆巡刻意引导，李承渊觉得李承泽迟早会被废，所以短短几月，李承渊便开始以山匪为幌子，在境外养一批私兵，无论是铸造兵器还是养私兵，都要银子。李承渊虽然富裕，可也架不住要养那么多人，所以他便将主意打到了赈灾的银两上。得想个法子让皇上知晓李承渊贪没了赈灾的银两。”长姐裴明书道。我点点头。至于李承渊私造兵器和养私兵一事，还不到捅出来的时候。我与长姐虽想报仇，可我们从未想过要拿百姓的生死来算计。说我们为了一己私仇，便罔顾数万百姓的生死，那我们与李承泽和李承渊又有何区别？我悄悄离京去见了婉翠。李承渊并不愿让一个侍女为自己生下庶长子，所以在离京后，婉翠腹中的孩子便因意外没了。但李承渊并不敢让婉翠就这么死了，至少现在还不能死。我见到婉翠时，她正穿着粗布麻衣在院中浆洗。李承渊不敢让婉翠死，便时常变着法的折腾她。她名义上虽是李承渊的妾室，可实际上过得却连普通侍女都不如。如今李承渊前去定州赈灾，婉翠的日子倒是比以往好过了些。可无论如何都无法与在裴府时相比，她本是我身边的一等侍女，莫说是做苦力，便是浆洗这种活，她都从未碰过。见到我时，婉翠的眼眶中几乎瞬间蓄满泪水，她猛地朝我跪下，哀求道：“求您念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救救奴婢吧。”婉翠，我唤了一声她的名字，想成为靖王妾室的人是你，我成全了你，怎么如今你却反悔了呢？婉翠满脸后悔。姑娘，您不知道靖王他根本不是人。婉翠哭得撕心裂肺，却又带着明显的惧怕。可李承渊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作为他曾经的靖王妃，我又怎会不知？我垂眼看着婉翠道：“你如今已是李承渊的妾室，我便是想救你，也有心无力了。”她连忙道：“姑娘，只要能离开这里，奴婢做什么都愿意，当真做什么都愿意。”婉翠咬牙道：“只要能活着离开，奴婢愿意为姑娘赴汤蹈火。”在所不辞靖王的妾室，婉翠突然进京，状告李承渊贪墨赈灾银两。婉翠是一路喊着冤进京的。待皇上知晓此事时，京中已有大半百姓都知道李承渊贪墨赈灾银两一事了。根据婉翠所说，在李承渊离京后不久，便有人抬了好几箱银子去靖王别院，而如今那些银子就放在别院中。为了证明李承渊真的贪了赈灾所用的银子，婉翠还特意带了几锭官银入京。天子震怒，命人将婉翠暂时看押，又派了禁军前往李承渊的别院探查，果真找到了几箱赈灾所用的官银。再过几日，李承渊便会被押送回京。裴二姑娘可想好接下来要如何面对梁皇后与李承泽的反扑了？说话的人是九皇子李承义。听到李承义对李承渊的称呼，我突然意识到什么。思及此，我试探性的道：“殿下，这种时候您不该冒险来见臣女的。”李承义抬眼看向我，他如今还未满9岁，个子还没我高。李承义自顾自地道：“我若是李承泽，我便会抓住婉翠曾是你的侍女这一点，将脏水往裴家头上泼。”九殿下有何高见？我沉声问。李承义的唇角微微扬起，在李承渊回京之前，李承泽若是逼宫会如何？在李承义问出第一个问题时，我便意识到，他与我和长姐裴明书一样，都重生了，难怪他这一世会表现得如此出色。长姐感叹道：“我忽然想起了自己对他的利用。”在离开裴府前，李承义说：“我知道裴二姑娘是想利用我，挑起李承泽与父皇的争斗，可我并不在意。二姑娘不过是寻求自保，而我也的确需要裴家的助力，毕竟
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，所以九皇子李承义会配合我，在李承渊被押送回京前，逼迫李承泽谋反，而他也的确成功了。李承义利用我裴静安插在李承泽身边的人，给李承泽传递了假消息，李承泽信以为真，竟真的带着李承渊的私兵入宫，试图逼宫李承义救驾有功，而李承泽则当场被禁军拿下。私兵本是李承渊养的，可自李承泽动用他们的那一刻起，他们身上便已经打上了李承泽的烙印。李承渊别院里私藏着的那些武器也被禁军搜了出来。由此可见，皇兄今日之举恐怕并非误信谗言，而是早有预谋。皇上看着受了伤还正虚弱的九皇子李承义，当即命人将李承泽押进天牢，严加审问。裴静说起李承义在宫中的表现，十分欣喜。李承泽与李承渊此番想必再也没了翻身的机会。长姐裴明叔沉声道：“只要他们一日未死，咱们便大义不得。”裴静笑了笑道：“没有哪个帝王能容忍自己的儿子惦记自己的皇位，尤其还是以逼宫的方式。李承泽与李承渊意图谋反，证据确凿，皇上赐死了他们二人，但他好歹给废太子与李承渊留了几分体面，只是给二人赐了鸩酒，并未斩首。至于二人府中的姬妾，也同样全部赐死，其余从犯全数斩首。而长姐裴明叔与废太子的婚约也终于解除了。废太子李承泽与李承渊被赐死那日，长姐裴明叔在府中醉了一场，我忽然有了种如梦似幻的感觉。李承泽与李承渊竟然真的死了，我发起了高热。梦中我又重新回到了那座牢楼，李承渊一边命人对我用刑，一边在我跟前叙说着他对我的恨，以及对秦婉宁的怀念。他觉得霍启配不上秦婉宁裴明月，若你早点死多好。李承渊的语气中充满了遗憾，若你早点死，若裴家早点覆灭，本王又何至于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子嫁作他人妇。李承渊恨极了我，我一边承受着肉体上的疼痛，一边笑着道：就凭你也配娶秦婉宁？你做梦！我将口中的污血吐在了李承渊的脸上，我看着他恼羞成怒，我是故意激怒他的，而我也成功解脱了。可我并没有醒过来，在梦中我看到了我死之后的场景，李承渊助新帝，李承泽除掉了裴氏一族，可他却也成了新帝的心腹大患，因为他与新帝本就是同一类人，所以新帝一边用他，一边也怕他。我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梦中的场景总是在跳跃。李承渊死了，那时他已经被新帝封为了晋亲王。在长姐裴明叔的忌日那天，新帝与晋亲王单独谈心，而在晋亲王的酒中，新帝下了毒。他甚至已经懒得去耍什么阴谋诡计，便以十分直接又有效的手段要了晋亲王的命。在我的梦境里，新帝李承泽对长姐裴明叔是有几分情谊的，只是这几分情谊与他的江山相比便算不上什么了。梁皇后的娘家梁家十分强盛，他们在宫外的所作所为，新帝比谁都清楚。也正是因为此，他无法容忍太过强大的外戚。我看着新帝李承泽将与长姐有着几分相似的女子迎进了后宫，成了宠妃。他假惺惺悼念长姐的模样，令我忍不住作呕。从昏迷中醒来时，我只觉十分恶心。长姐裴明叔正守在我床前，满脸倦容。见我醒来，他紧张道：阿月，你可算是醒了。听着长姐沙哑的声音，我下意识问道：姐姐，我睡了多久？整整7日。在这7日里，朝中发生了不少事。先是皇上染了风寒，后竟一病不起。年仅9岁的九皇子李承义奉命监国，短短几日便叫朝臣刮目相看。就连裴静也都为李承义的出色表现感到震惊。我与长姐裴明叔都一致决定瞒着裴静，李承义是重生的这件事，若不出意外，李承义将来大概率会继承大统。人一旦做了皇帝，就难保不会改变。至于这种秘密，少一个人知道，便少一分危险。裴静未来帝师的身份已经足以保裴氏一族周全。至于我与长姐能够报上辈子的仇已是万幸，更多的我们便不强求了。我与长姐以为皇上祈福的名义，在裴府家中设了佛堂代发修行。裴静知晓我们的打算，也不强求。有了上辈子的教训，我们已经不敢再轻信任何人，倒不如趁此机会代发修行。待日后皇上再想起废太子李承泽与李承渊，至少不会因此迁怒于我们。更何况所谓的修行，不过是做做样子给外人看罢了。半月后，皇上终于开始有了好转。听闻我与长姐的壮举，皇上沉默许久，夸赞我裴静生了2个好女儿。而皇上康复后，未等朝臣开口，便将九皇子李承义立为太子。我抱着汤婆子，突然想起了婉翠，她的确是活着离开李承渊别院的，只是在废太子与靖王谋逆案尘埃落定后，便永远地消失在了监牢之中。从他决定告发李承渊贪污起，便已经注定会死了。只是他已经被那丁点所谓的希望蒙蔽了双眼，从一开始我便没打算让他活着。上辈子若非婉翠将我裴静谋逆的罪证藏进鹤礼中，
裴氏一族本不会有那样的下场，无论是我还是裴家都不曾薄待他。可他仍旧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帮李成渊害裴家，为的竟然只是区区一个妾室的位置，何其可笑！九皇子李成义被立为太子后，我与长姐裴明淑便以修行的名义离开了京城。上辈子一直到死，我们都被困在京城。如今，我们想出去看一看。裴静不放心，特意寻了几个功夫了得的侍女随行。路上，长姐忍不住赞叹道：“原来京城外的世界这么大。”我咽了口水，环顾四周的高山与溪流，听闻南边四季如春，便是冬日里也有花开呢。长姐裴明淑笑了笑道：“那咱们便一路向南，去看一看这冬日里的花。”好，我应了一声。我也想看一看，那只存在于画本中的地方是什么样的。好在我们都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慢慢去看。最重要的是，上辈子刺死裴恒兄长的那个副将张乾，如今就在南边。上辈子他刺死兄长虽是听命行事，但让这样一个人出现在兄长身边，我并不放心。所以我此番前往南边，除了想看一看那边的风土人情，同时也想解决掉这个隐患。我不会要他的命，也不会为难他，我只是打算去见一见驻守在南边的裴恒兄长，提醒他不要让张乾成为他的副将，如此便足够了。